欢迎天大视野论财富人生，大家好，我是百年。中国金融不能再学华尔街模式了，这是今年秋天的一系列国家高层会议发出的明确信号。2024年中国金融业将迎来一场变革地震。参考2021年的互联网教育行业大改革，作为经济的血脉、资金的中枢，中国金融业的巨变接下来也将引发产业结构的大变革，影响上亿人的工作和收入。目前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这也是10月31号时隔6年举办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高层对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直接批评。在最顶层会议公开外发的公告里能出现这样的语句证明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当然，顶层会议说的比较笼统，中国金融现在具体有哪些问题？百年再结合另一份官方公告给大家做解读。这份官方公告是11月22号中国人大网披露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参会人员对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相关参会人员指出了我国金融行业存在的5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中国金融业过去学习美国华尔街，过度膨胀，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利润。金融行业的收入对应的是实体产业的成本。参会人员指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接近8%左右，高于发达国家俱乐部 OECD 国家，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4.8% 的平均比重，也高于欧盟的 3.8% 的平均比重。那么哪个国家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和中国一样呢？答案是美国。2022年，美国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是 7.5%， 中国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一点。过去10几年美国华尔街一直是中国金融业的榜样。后来乘着房地产热潮和金融自由化的东风，中国金融机构们是乘势而起，体量现在变得和美国同行一样。但问题在于美国金融业之所以庞大，是因为他们可以借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全世界攫取利润，回馈美国经济。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国际货币，中国金融业能在全世界赚钱吗？显然不能。中国金融机构能做的只是给国内企业做资金中介，同时瓜分实体经济的蛋糕而已。所以现在国内金融机构过度膨胀，就是侵蚀实体经济利益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要遏制。做个类比就好像当年社区团购大肆扩张的时候是通过挤出菜市场小商贩们来实现的。最后等到官方出手，社区团购企业大多是什么下场大家都能看得到。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金融机构嫌贫爱富，政治站位不高。民间有句俗话讲，银行干的通常是晴天打伞雨天收伞的活儿。你不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拼命往你手里送钱，但是等到你真的需要钱了，银行反而认为你信用状况不好，不愿意给你贷款了。这种经营模式目前在国内导致2个结果。第一个是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不到款。第二个是当前房地产企业非常需要资金支持，但是银行却不断抽贷断贷，加剧了烂尾楼的问题。当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不给民企、房企贷款很正常，毕竟金融机构是讲风险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下金融业天然嫌贫爱富。但是问题来了，中国金融行业当中，国有资产占比70%，它不是一个纯市场化的行业。不能年景好的时候众多金融机构凭着借助政府牌照赚垄断的钱，等年景不好的时候就抽身事外，仿佛与我无关。拿烂尾楼的事来举例过去房地产大肆扩张的时候金融业与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3方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金融机构们向房地产领域放贷款收利息，可是赚了不少钱。那现在房地产形势恶化了，过度扩张的房地产企业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而地方政府也裁减支出，降薪又缩编。到了金融机构这里总不能置身事外，把问题全都扔给购房者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强调金融机构要服从大局，提高政治站位。第三个问题是金融机构监管混乱，造成舆情事件，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2022年夏天，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的事件引爆舆论热搜。复盘整个事件起码存在2个监管漏洞。第一个是涉事的河南村镇银行向大股东违规贷款，间接投资房地产领域，违规贷款操作没被当地监管及时发现，最终造成损失。第二个是涉事银行以存款的名义向储户兜售高风险的理财产品，欺骗消费者，也没有被监管及时叫停。类似的事件发生了不是第一次。2019年的包商银行暴雷也涉及到大量股东违规贷款的问题。
这背后啊，则是中国金融业长期多头监管、监管职责不清不细的问题。20年前，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各管各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呀，还有各级地方金融监管，负责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7类金融机构的管理。一方面呢，是监管机构山头林立；另一方面啊，则是金融机构同业往来异常频繁。当一项业务分属2家监管机构的时候呢，谁该管谁的说不清楚。这种职责不清，就给了金融机构绕开监管的空间，并且呢，最终酿成了种种风险。第4个问题啊，是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有参会人员指出呢，今年以来，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增速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并没有带来投资增速提升，信贷拉动投资的作用在下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今年银行放了很多贷款，但是呢，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投资和 GDP， 没有有效拉动就业。那这个贷款干什么去了呢？另外啊，就有参会的人员指出，我国 M2 增速高 ，M1 增速低，两者不相匹配，原因之一在于货币资金在银行间空转，或者呢，在银行与大企业之间轮流转。说白了，就是大企业从银行手里拿了低价的贷款，反手就又买了理财产品，让资金在银行间空转，浪费了金融资源。第5个呢，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金融腐败的问题。绝大多数时候啊，金融机构暴雷不能只怪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还对应着相当程度的金融腐败。比如说刚才百年提到的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事发后短短2个月，包括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案件稽查处副处长在内的7名河南金融系统官员相继落马。同样的，包商银行事件之后，整个内蒙古银监系统被查，国家纪委专门发文直指当地原监管班子与监管对象猫鼠一家，反映出啊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是相当的严峻。那么既然中国金融存在很多问题，重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国家相关会议啊也给出了5大方向。第一个呢，就是金融行业停止增收，向实体经济让利。金融业要向实体经济让利，类似的提法不是第一次，但是啊，这也是第一次国家高层会议将我国金融行业发展情况和 OECD 国家进行比较。如果今天我国金融业立刻对标 OECD 平均情况，那么金融业增加值，也就是员工薪资加税前利润等等，基本上要较现在缩小40%。当然，突然缩减40%不现实，更可能情况是啊，未来金融行业停止扩张，等待着中国 GDP 的自然增长。百年算了一下啊，按照现在 GDP 的增长节奏，这基本上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员工薪资和税前利润要停止增长10年，才能缩减到当前 OECD 的占比。对于目前金融从业者来说呢，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工资10年不涨，很多人的生活都会天翻地覆。第2个就是要加强监管对于商业银行具体业务的指导，提高政治站位。在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方面啊，11月27号，央行等8部委印发《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里边就提出，银行对于民企的贷款增速不得低于全行平均贷款增速，合理提高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等等。在房地产方面呢，监管部门拟定了50家房企的白名单。据传啊，万科、龙湖等民营企业在内，监管要求银行对这些房企不能抽贷，也不能断贷。同时呢，监管还提出啊，对于房地产贷款增速3个不低于的要求。百年认为呢，监管的意思就是现在啊有很多行业存在一定风险，银行钱贷出去可能会有坏账，但是银行要和实体经济共担风险，必要时啊拿自己的利润填进去，这就是经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第3个改革方向呢，是全面提高监管部门的层级。过去啊，国家金融监管职能归于一行三会，经过今年3月份机构改革之后，现在监管职能多数归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此之上呢，最高层还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协调其他部委的金融工作。此外呢，为了强调党管金融的特性，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分离出来，专管金融系统党的组织纪律工作。在政府系统当中，如果要干什么大事儿，通常先安排相关人士。今年呢，金融监管系统出现了如此大的人事变动，我们就能预测到明年啊，金融监管的风暴来的有多猛烈。第4个改革方向啊，就是金融机构的合并裁撤。中国金融业效率低、监管混乱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机构数量太多，小散乱问题突出。于是呢，今年金融机构的合并裁撤浪潮已经开始。在银行业当中呢，今年已有5家风险较高的村镇银行被大行收购，变为了分支网点。
此外呢，最近市场还在传闻三大 AMC 并入中投公司、多家券商合并的传闻。在机构合并裁撤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人员的调整，很多岗位有可能从此消失。最后一个改革方向就是金融反腐的全面加强。根据华夏时报统计呢，11月份中央纪委共披露了13名金融系统干部处分，今年以来共有90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需要注意的是呢，能被中纪委通报的人不是小鱼小虾，至少是省管干部及以上级别。百年算了一下今年金融系统被查的人数大概占到了中纪委披露总人数的13%，金融反腐的力度空前加强。同时呢，国家纪委还表示要倒查10年，追缴在腐败案中相关金融机构获取的不合理利润。也就是说，不但腐败分子个人赚的钱要吐出来，其所在公司赚的钱呢也要吐出来。6月份，中央办公厅还发文禁止了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等不得从事私募股权基金业务，进一步堵住了金融行业利益输送的漏洞。到这里呢，百年讲了这么多金融业即将到来的巨变，除了影响从业者之外，还会如何影响普通老百姓呢？百年觉得有3点值得大家注意。首先，对于还没有入行的学生、年轻人来说呢，未来10年是金融业褪去高薪光环的10年。它不但不能再为普通人提供高薪，有没有相关岗位都不好说。受影响最大的，百年认为呢，就是目前选了文科方向的学生。文科就业呢，总共就5大类：语言、新闻、教育、法学、经管金融。其中呢，教育类由于出生人口减少，未来面临就业危机；新闻类呢，经过张雪峰的科普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未来再加上经管金融类萎缩，文科生的就业路径是越来越窄。相比之下呢，理工科则受益于产业升级和金融让利，制造业就业面呢会相对更宽。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自己要选专业的话，能选理科就选理科。其次对于广大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股民们来说，金融业让利不但意味着向实体企业让利，也意味着向投资者让利。过去几年呢，中国的股民们吐槽最多的一个点，就是市场光让基金经理、证券公司们赚手续费、赚管理费，股民们却亏钱。未来在金融让利指导的方针之下，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银行降佣金的大趋势已经开始。根据证券时报的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1/3的公募基金产品在监管的指导下陆续降费，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管理费率从去年底的 1.43% 降到了 1.17%， 托管费率呢从 0.24% 降到了 0.2%。基金产品的管理费、托管费对应着基金经理、银行方的收入，相关费率的下降则意味着基金公司和银行经理们要割掉自己的收入，转移给基民。最后对于更广大的制造业从业者来说，金融让利意味着呢自身收入的增长空间。还是那句话，金融企业的收入就是制造业的成本。从数据来看呢，2020年之前的10年是金融业占中国经济比重扩张的10年，也是制造业萎缩的10年，两者的幅度呢是基本一致的。这背后代表着中国经济蛋糕从制造业瓜分到了金融业。制造业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和就业的支柱。2022年从业人数高达1亿500万。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今天，如何保证最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继续增长？除了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做大蛋糕之外，国家给出的答案就是要求未来10年金融业要把过去切进来的蛋糕再还给制造业。当然这会牺牲一小部分金融从业者的利益，但是上亿人也将因此而受益。这就是国家现阶段的抉择，这就叫共同富裕。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